劲和力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所谓的劲整力散。那劲整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劲，那力散其实是在讲力是局部的，比如说你可以用拳头或者说手臂去发一个劲，那你当然也可以用全身的转动去出力，但是这个力都是分散式的，它没有办法像劲一样把它连接起来。我们筋的伸展有3种方式，第一个是肩膀不动，假设说以手臂来讲，手臂的这个抻筋，第一个方式是肩膀不动，手往前伸，这个是往前撑；另外一个是手不动，肩膀往后，这是或者说是这样子往后，这是另外一个方式。那第3种就是往前往后伸，撑就是手臂往前伸，肩膀往后拉，就是这种第3种方式。那第3种方式更细腻一点的是，你有时间差，或者说有主从先后的关系，所以太极拳有很多动作都是先伸后拉，就是这种动作。对，因为你有这种不同的抻筋的方式，你就可以把筋跟筋做一个连结，就是所谓的整合，比如说系统整合或资源整合的那个整合。那你经过这种整合的方式，就会把很多筋连在一起，或者说整合在一起，那你的劲，你发出去的劲就会更大。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比如说吊衣架，或者说是单杠，它不是固定在用螺丝固定在墙上，而是用一种转的方式把这个杆子或那个单杠把它伸长，然后利用这种伸长的方式把它固定在两边的墙壁。那我们也可以做到这种撑衣架的方式，就是假设说我是有右边的这条筋，那我有左边的这条筋，那我用这种撑筋拔骨的方式把它往左右撑，然后经由我们的后面的肩胛骨的那做一个整合，所以变成说我的右边的筋跟左边的筋会整合成一条筋。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劲，就是往两边撑。那比如说你在宰相要爬墙上去的时候，你就是用这种筋，这种撑筋整合成一条筋的方式，然后再加上你脚也是用这种方式把它撑在墙壁上，然后你就可以往上爬。所以这是一种整合的方式。那同样的，这种整合的方式是把劲往两边撑出去。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比如说我做这个动作，我虽然也是往两边撑，但是这时候我的劲就有不同的方向，我的劲是往我的右手边出去。那这种方式，比如说我拿一根棍子或者说一把剑，当我这样子撑出去的时候，我事实上又把这个棍子或者这个剑把它整合成更长的一条筋。
那我这边后面的这个往后面撑的这个方式是把这整条筋的张力撑得更强，所以这就是传统武术有讲的是要力达棍尖或力达剑尖，因为我把这些筋还有我的武器把它整合成一条筋，那这个劲出去就会更强大，那它的剑的穿透力当然会更大。再回到往两边撑的这个一个劲，那我要把劲转换成往右边的劲的方向的话，其实就是腰一旋，就是往右一旋，肩一转，然后手我后面那一只手的筋一扭，这样就会把我的这个劲转成往前的方向，或者说以整体性来讲，就是身体一拧，那就会把劲的方向转出去了。那这个就是劲的一种整合。那你当然还有不同的筋，所以以太极拳发劲来讲，他会说劲起脚跟，然后主宰于腰，形于手指，就是把整个身体的所有筋整合在一起，然后劲由脚底发起，然后经过脚，然后出去，这个就是发劲的一种方式。那你也看到一样，这个发劲是脚步的动作是这种往后，你会看到膝盖往后，而不是往前，因为往前的话，对你的膝盖压力是很大。那你说有些运动，它的方式是膝盖往前，那我们太极拳或者说内家拳要往前怎么办？那就是把脚，就是把假设说我前脚要往前，就是一个比较有强度的方式是，就用后面这一条筋把它往上拉起来，然后就这样过去。所以我在跨步过去的时候，我的膝盖还是我的小腿还是跟地面是垂直的，因为这样子是最不会让膝盖造成损伤，因为你的力量是往下。但是如果说你是这种方式的话，你的力量是往下往前，那对膝盖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压力。上楼梯也是一样，上楼梯你是脚提起来的时候，你一踏上阶梯的话，就马上做抻筋拔骨的动作，那你的膝盖其实就是往后的，那你这时候你就是可以再跨上另外一个台阶，所以就是这样子上去。那走路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像这样子走路，其实这样也不好，因为你还是膝盖往前，所以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踏下去，就是轻松的抬起来，踏下去，轻松的抬起来，踏下去，这样子走。我们再来看“劲”这个字，在《说文解字》，“劲”的右边是力量的力，左边是经，类似经过或经络的经。这个字就代表是一个通道，或者说传导的含义。我们在做抻筋拔骨的动作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通道经过筋的连接，把这个通道串联起来，所以让能量能很顺利的通过，那造成一个整体劲。
那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听到过说，某某人做事很卖力或很有劲，那两个的含义似乎也差不多，但是在太极拳或传统武术来说，卖力跟有劲是有区别的。劲整力散，经过抻筋拔骨的方式，把筋连接起来，变成一个网络，就可以产生整体的劲，所以叫劲整。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说某某人做事少了一根筋，那可能就是指他做事不灵光，或者说他做事的网络不完整。那在我们对太极拳或传统武术的练习，如果少了一根筋，也可能没有办法整合起来，或者说可以整合，但是会有缺陷。